夫人，不好了，小的好像把人给撞了。什么？这还得了？红袖，快扶我下去看看。夫人，他好像是姑爷，不对，是前姑爷谢昭宁。晦气，怎么就没把他给撞死呢？真是祸害1000年。红袖，我们走。夫人，就这么把前姑爷丢在荒郊野外不管了？拖上来，送去医馆。我还犯不着为了他惹上人命官司。坏消息，我出门把人给撞了。好消息，我撞的是我前夫，我江舒婉，江南首富独女。因着爹娘对谢老太傅有着救命之恩的缘故，我在娘胎里便和谢家长孙谢昭宁指腹为婚。谢昭宁少年英才，18岁那年下场应试，一举夺魁，成为我朝最年轻的状元郎。他春风得意之时，被谢老太傅逼着履行与我的婚约。谢昭宁据理力争，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最终为了替谢老太傅冲喜，才松口前往江家提亲。小姐，那位就是未来的姑爷，长得好近呐！我看看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便是那一眼，我对谢昭宁一眼万年，却也注定与他一场孽缘。因着要给谢老太傅冲喜的缘故，谢昭宁上门提亲的次月，我便带着800台嫁妆浩浩荡荡嫁进谢家。那年我刚及笄，正是青春懵懂又少女怀春的年纪。谢昭宁文采斐然，风姿卓绝，15岁的我爱上18岁的他，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。礼成的那一刻，我还憧憬着与谢昭宁的美好未来。可惜我这人运气不好，洞房花烛之夜，我头上的盖头还没揭开，谢老太傅就被我冲喜给冲死了。小姐，出大事了！前院传来消息，谢老太傅他没了。你说什么？这好好的喜事变成了丧事，你和姑爷都还没圆房呢。若是守孝3年，以后的日子可该怎么办呀？随我去看看。江氏，你刚进门就克死了老太爷，我儿的命怎么这么苦，偏偏娶了你这么个灾星！娘，赶紧把他送去郊外的庄子，免得他影响了府上气运。区区商户女，想妄想高攀我哥哥，这就是他的报应。崔嬷嬷，赶紧把他送走！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许把他放出来，就让这个灾星在庄子吃斋念佛一辈子，替我儿祈福。婆母，求你不要把我送去庄子，堵上他的嘴，把他绑走。慢着，还能起身吗？能的。阿宁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祖父本就病重，强撑着一口气，只是想亲眼看着心腹进门。与其说江氏冲撞了祖父，倒不如说是祖父心愿已了，这才安心离去。娘亲何必将灾星的名头强加在江氏身上？你这孩子怎么就不懂娘的心呢？孩儿知道族中长辈在打什么主意。谢家既舍不得江氏的嫁妆，又嫌弃她身份低微，娶了江氏，再将她关到庄子上，便能将她困在谢家，做个有名无实的谢家少夫人。阿宁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便当是我胡言乱语吧，但有件事还请娘亲告知族中长辈。我与江氏3拜为礼，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夫妻。她江氏舒婉，从今往后便是我谢府的少夫人，还请族中长辈看在我的颜面上，对我发妻手下留情。江氏，给祖父磕头，送他老人家一程。那时我被千夫所指，谢昭宁圣光而来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我谢家少夫人的身份。那时我便想着，君若不弃，我便相依。谁曾想，却是我先弃了他。祖父故去，医治你我要守孝3年。今日我便搬去书房，你早些歇着吧。夫君，今日多谢你。你不该谢我，或许有朝一日你会恨我也说不定。不会的，夫君是好人，嫁给你，我其实很欢喜。傻姑娘，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夫君人选，嫁给我并没有你想象中美好，只可惜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。我知道谢家想要我的嫁妆，若非有利可图，谢家绝不会让我一个商户女进门。既然知道，为何还要嫁给我？爹娘膝下只有我一个女儿，自是真挚爱之。夫君上门提亲，纵然谢府是百年世家，书香门第，若非爹爹打听过夫君的人品，知道你是端方君子，爹娘绝不会放心我嫁给你。以夫君的品性，既然选择娶我，便会给我谢家少夫人应有的待遇。女子嫁人，能得两厢情愿，
自是皆大欢喜。可若不能心意相通，相敬如宾一辈子，也没什么不好。你倒是挺豁达通透，难道就不怕有朝一日我会负你？我出生商贾，不懂朝局变幻，也不懂诡谲人心，我只知商贾交易讲究一个你情我愿。今日我有3个问题想问夫君，夫君愿意诚心回答吗？你想问什么？第一，你是否有心上人？我说我有心上人，你当如何？若是夫君有意中人，我便不再奢求你的真心。若是我说没有呢？那我会用尽一切办法和手段，谋求夫君的真心。第2个问题呢？约有圆缺，人有聚散。若是有朝一日我累了，不愿与夫君携手白头，夫君可愿与我和离，放我离去？可以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夫君会给我机会爱上我吗？会。啊，你还没正面回答我第1个问题呢。没有。既然如此，交易成立，请夫君怜我惜我，努力爱上我。不可以吗？好。夫君放心，我江舒婉可以同富贵，自然也能共患难。从今日起，我会与夫君携手，共同撑起谢府门楣。那就请夫人多多指教了。这是谁家娶亲？竟然挑个谢家老太爷出殡的日子。是长平侯府的管家张三纳妾，那妾室听说还是青楼赎出来的。一个侯府管事纳妾，用得着这样的排场？嘿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长平侯府这是故意为之，今儿个红白相撞，可是一出好戏呢。哎呦，瞧我这记性，原来今天是谢老太傅出殡的日子。早知如此，小人便不在今日纳妾了。这牌坊楼路窄，可不敢误了吉时。要不谢家行个方便，给小人让个道如何？小姐，按照惯例，红白喜事相撞，该是红事让白事。这长平侯府的管事怎敢让姑爷让道？祖父是太子的授业恩师，长平侯府是3皇子的母家，太子的恩师出殡，却和长平侯府管事纳妾的队伍撞上。谢家要是给一个青楼女子让了路，祖父一世英名毁于一旦。长平侯府闹这么一出，作践的不仅是谢家颜面，更是要打太子殿下的脸。这道夫君绝不会让，绝不能让。死者为大的道理，你们难道不懂吗？还不快把路让开！哎，小人没读过书，不懂你们文人的大道理。谢府若是不愿让道，小人也不怕在这里跟你们耗着。今儿个小人把话撂在这儿，要么谢府让道，要么咱们2家谁都别走。小人倒是要看看谁耗得过谁。谢昭宁，都说你智谋无双，本侯倒是要看看你想如何破局呢？这张三就是破皮无赖，背后又有长平侯府撑腰，要不咱们就让个道，左右也不吃亏。三叔的意思呢？如今你是咱们谢家唯一还在朝为官的根苗，长平侯府分明是想借着张三闹事，真要打起来，就把长平侯府倒打一耙，说咱们谢家仗势欺人，参与一本。阿宁，为了保住你，便是你祖父在九泉之下也会选择息事宁人，要不咱们就让了吧。不能让。江氏，这里没你说话的地方。婉儿，你以为呢？阿宁，你莫不是糊涂了？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能问一个女人的意见？哎呀，就是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，哪懂这其中的轻重厉害。二叔三叔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夫君的前途才选择息事宁人，可对面纳的是青楼女子为妾，连正经的迎亲都算不上。若是祖父的棺椁让道，便是作践祖父。祖父乃是3朝元老，太子太傅，死后岂能受此折辱？便是夫君在官场之上，还能有什么好名声？这道理我们难道不知道吗？可现在有什么办法呢？有本事你倒是拿个主意啊！夫君可信我？我自是信你。那此事交我来办可好？胡闹！谢家还有我们这些长辈在，哪里轮得到你来主事？阿宁，你可不能纵着她。一个商贾之女能有什么好办法？论身份，她和那个青楼女子一样卑贱。二叔慎言，江氏舒婉如今是我的正妻，我与她夫妇一体，如我妻者便是如我。阿宁，你莫不是被这妖狐狸迷惑了？夫人想做什么便去做吧，便是你捅破了天窟窿，也有我给你撑着。哎呀，谢家这是没人了吗？竟然派一个女人出面。你别说，要想俏一身笑，小美人若是肯叫声哥哥来听，没准我就让道了啊！什么臭鱼烂虾也敢来我面前放肆！红袖在，
去告诉左右邻里、乡里乡亲，今日我谢家老太爷出殡，牌坊楼路窄，过不了咱们谢家这么多人，谁肯出力拆了这牌坊楼，三炷香内办妥此事，我谢家愿拿出每人100两酬谢。每人100两？不错，不拘男女老幼，今日但凡帮我谢家一把，风风光光送谢老太傅上路的，酬金100两。过后家家户户再送白面馍馍10斤。此话当真？我以万宝钱庄少主身份承诺，事成之后直接去万宝钱庄兑现。我怎么给忘了？谢家刚进门的少夫人是江南首富江家的独女啊，万宝钱庄就是他家的产业。少夫人的承诺，那肯定是真的。那还等什么？快上啊！哼。现在的道路足够宽敞，张管事若是不忌讳，大可与我谢家并行。管家，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赶紧上道啊！谢昭宁的小夫人倒是挺有意思。走，本侯也该去祭拜一下谢老太傅了。小侯爷这是何意？府上下人不懂规矩，冲撞了谢老太傅，本侯带他过来负荆请罪。没这必要，小侯爷请回吧。状元郎不与他计较，本侯的下人可不能失了规矩。来人，让张三给谢老太傅赔罪。娃儿别怕。哎，惊扰了谢少夫人，本侯真是过意不去。听说珍珠有凝神静气之效，这颗南海明珠就当是给谢少夫人的赔礼，可好？无功不受禄，这枚南海明珠，小侯爷还是收回去吧。本侯送出去的礼物哪有收回的道理？有朝一日，谢少夫人若有难处，可凭这颗明珠来京城找本侯，本侯一定竭尽所能替少夫人达成心愿。本侯尚有要事，先行回京。3年后圣上若是还能记起状元郎这个人，咱们京城再续。告辞。长平侯简直欺人太甚，爹刚故去，他就敢如此作践谢家。若是阿宁不能在朝堂立足，怕是有更多人要骑在我们谢家头上。阿宁，你可不能丁忧3年呐！京城那边咱们再疏通疏通，或许有办法让圣上多情呢。二叔，人走茶凉的道理你又不是不懂，更何况东宫侍卫圣上有废除之意，谢家站在太子殿下的船上，若是没有好处，谁会轻易援手呢？那可怎么办？疾风知劲草，便是等上3年又如何？娘，你在家中是没看到，那江氏和长平侯在祖父墓前眉来眼去的，长平侯还当众赠珠，也不知二人是怎么勾搭上的。您可要好好敲打，切莫让他做出有辱门楣的事来。竟有此事，你哥也纵着他胡来。哥也不知道为这骚狐狸喂了什么迷魂药，之前还吵着闹着不肯娶她，这江氏刚进门，哥就护上了，为了他竟然连家中长辈都敢顶撞，长此以往，我的好哥哥都要被带坏了。岂有此理！李嬷嬷，你去把江氏叫过来。不知婆母家媳妇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江氏，你出身商贾，我本不指望你知书达理，可你好歹学会本分。既然做了谢家的儿媳，就要维护谢府的颜面，你明白吗？儿媳明白。既然明白，那我就和你把话说开。府上接连办了喜事和丧事，账上难免亏空。老太爷故去，谢家便失去擎天之柱。阿宁若是丁忧3年，往后还有什么前途可言？婆母的意思是，老太爷终究是3朝元老，手里还留下些人脉。我知道你爹娘给你的嫁妆颇丰，你可愿献出嫁妆，替阿宁谋个锦绣前程呢？嫂子，做人可不能没有良心。你想想入门当日，我哥是怎么维护你的？若是换做旁人，早就一纸休书将你休弃。你若心疼银两胜过我哥，那可就太让人伤心了。江氏，阿宁才是你这辈子的依仗，他过得好了，你才能过得舒坦。你回去好好想想。小姐，你在想什么？这么入神？红袖，你说我该把嫁妆交出去吗？爹娘曾经嘱咐我要牢牢攥住手里的银钱，就算夫君靠不住，好歹有银钱傍身。可是祖父故去，夫君丁忧，如今整个谢家都指着夫君光耀门楣，朝堂之上风云变幻。3年之后，谁又知道会是什么情形？若是能打点关系，让圣上下旨夺情，以夫君新科状元的身份留在翰林院，日后是可以入内阁的。可是小姐，你方才也说了，嫁妆是你傍身之本，你用嫁妆换姑爷的前程，姑爷会领情吗？我不知道，这就犹如一场豪赌，赌的是你姑爷的良心。赢了，我与江家扶摇直上；输了，便是万劫不复。可偏偏人心最不可捉摸。
阿宁啊，林相赏识你，有意将你纳入门下，待你效期过后，便将庶女嫁给你。人家也没逼着你休妻再娶，只是娶个平妻而已，你为何不愿意？当初我不愿娶婉儿，是你们逼我。如今婉儿进门不足3个月，你们又要把我推出去和相府结亲，在长辈们眼中，我只是个联姻的工具吗？这不都是为了你能顺利回京，为了整个谢家吗？我谢昭宁总有一日会凭自己回到京城，旁的事我可以答应，再娶之事休要再提。红袖，去把我的嫁妆单子取来。小姐，你想帮姑爷？人生本就一场豪赌，夫君啊夫君，希望你不要让我血本无归。我与谢昭宁和离之后，便带着红袖回到江家。爹娘心疼我的遭遇，歇了让我嫁人的心思，为我立了女户，带着我四处行商。短短7年，我便将江氏商行开遍大江南北。如今的我，青出于蓝胜于蓝，成为齐国首富。世人送我雅号云舒夫人。前日我查账归来，本该舒舒服服躺在南风阁的美人膝上，看着美男歌舞，谁曾想雨天路滑，车夫一不小心撞了人，撞的还是我的前夫。狗东西到底是怎么保养的？都快奔3的人，这脸比我还水嫩光滑。你醒了？姐姐，你是天上的仙子吗？姐姐？你叫谁姐姐？谢昭宁，你脑子没毛病吧？谢昭宁是谁啊？我吗？完了，芭比红袖，快去医馆！谢昭宁他被撞傻了。天地良心，我虽然有时候会暗暗诅咒谢昭宁吃饭没米，拉屎没纸，可我从未想过让他变成一个傻子啊！姐姐，你嫌弃我了吗？别叫我姐姐，我想静静。静静是谁啊？哥，咱别玩了行吗？哥又是谁啊？老天鹅，你还是来到雷劈了我吧。这位夫人，领地……他不是我弟。那尊夫？他算哪门子夫啊？就算是，那也是前夫。那这位陌生的病患头部受到重击，脑内有淤血，才导致他失忆，并且行为举止如同3岁稚儿。待淤血清除，就能恢复正常。清除淤血是吧？要用什么药？千年灵芝、万年人参、天山雪莲，想要什么大夫你只管说，我有的是钱。只要是能把它尽快治好了，钱不是问题。清除淤血需要时间。要多久？10天半月，还是3、5天？这要是运气不好，10年8年也是有可能的。你说什么？姐姐，陪我玩嘛！别叫我姐姐，我真的受不起。你以前都是叫我婉儿的。婉儿姐姐。算了哥，在你恢复之前，咱们各论各的。夫人，咱们要带着姑爷吗？他如今可是当朝首辅，政敌满天星，把现在这么智障的一个他扔下，无疑是要他的命。带上吧。夫人这时对姑爷心软了。好马不吃回头草，你家夫人如今坐拥美人无数，才不会为了区区一个谢昭宁放弃整片森林。夫人说好的不会为了前姑爷放弃整片森林呢，你点了南风阁的8位公子，却是为了装扮调教前姑爷，连新来的美人都顾不上调戏，还说对前姑爷没兴趣。红袖，你这就不懂了吧？天下美男无数，和美成谢昭宁这样有嫡仙之姿的却不多。与南风阁的庸脂俗粉比起来，谢昭宁才是真角色。在谢府3年，我受了百般委屈，却不曾吃到一口肉，想想都觉得憋屈。当朝首辅我不敢招惹，区区一个小傻子，我难道还不能染指吗？姐姐，阿宁，过来。姐姐，好辣。姐姐喂你喝好不好？好。姐姐，疼吗？谢昭宁，你可知道，当初你给我的疼是现在的1000倍、100倍。欠债还钱，情债肉偿，是你自己撞到我手里，可别怪我辣手无情。姐姐，
谢昭宁，是你见过的。夫人，你都把钱姑爷锁在榻上半个月，没让他下床了，他还是个病人，真的没关系吗？谢昭宁撞坏的是脑子，又不是身子，半个月而已，小意思。等我把他吃干抹净，咱们就把他送回京城，以后天涯陌路，再也不见。夫人当真舍得？男人嘛，讲究的就是一个心意。吃过的男人有什么不舍得的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放开我家夫人！回去告诉谢昭宁，想要江舒婉活命，就去落凤山找我，本侯恭候大驾。江舒婉，咱们又见面。长平侯，拜谢昭宁所赐，我如今已经不是侯爷，不过是区区庶人。冤有头债有主，谢昭宁有仇，把我抓来做甚？谢昭宁瞒得了天下人，却瞒不过我。他为了你，把谢家搅得天翻地覆，叔伯长辈被他迁居苦寒之地，就连亲娘都送去了尼姑庵与青灯古佛为伴。他妹妹所嫁非人，被夫家欺凌致死，谢昭宁都没有为他出头。你敢说谢昭宁不是为你出气？谢家本就藏污纳垢，趴在谢昭宁身上吸血的蛀虫活该如此，与我何干？是吗？我对谢昭宁可太了解了。7年前你与谢昭宁和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奇怪，他那样的人，便是绑也会将你绑在身边一辈子，与你相逢陌路一别两宽这种事他可做不出。果不其然，他助太子夺得宝位，安定朝局之后，便马不停蹄地赶赴江南寻你。你猜你与他的重逢是巧合还是故意为之呢？江舒婉，咱们打个赌吧，就赌你那个被撞傻的前夫今夜会不会为你而来。厉在野，你他娘的是不是有病啊？柿子挑软的捏是吧？你想寻仇去找谢昭宁，为难我算什么本事？哼，你话太多。我给一炷香的时间，若是谢昭宁没有出现，就算你命不好，黄泉路上记得找你那狠心的前夫寻仇。好，跟我这么玩是吗？厉在野，有本事你别落在我手里。一炷香时间已到，看来你的运气真的很不好。谢昭宁竟然真的不管你的死活。既然如此，就让本侯送你上路。一介庶人也配称侯？谢昭宁，婉儿，我在。你丫的竟然敢耍老娘，装傻子色诱啊！婉儿，这些话留着床上说。你他妈！谢昭宁，三皇子身死，贵妃自缢，长平侯府满门流放，这笔账都是拜你所赐。今日我便要替亲朋旧故讨回血债。手下败将，凭你也配？我不配，那他呢？今日落凤山上，你和江舒婉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。厉在野，活着不好吗？干嘛要寻死呢？我知道我今天必死无疑，可是谢昭宁，要么你自刎在我面前，要么我割断绳索，让江舒婉给我陪葬。你和他的命，你会怎么选？我谢昭宁从不做选择题。安营动手。谢昭宁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跳下来干什么？还嫌那厉在野垫背的人不够多吗？婉儿可曾听说过，殉情是最古老的传言。谁要你殉情？咱们生不同亲，死不同血。狗男人休想祸害我冰清玉洁的名声。死到临头，婉儿的嘴还这么严，明明你就很喜欢我，对我欲罢不能。呸！老娘只是馋你的身子，馋我的身子也行。咱们只谈情，不说爱。谁说爱一个人就非要相守一辈子？你什么意思？婉儿，我想明白了，我这样的人就不配有妻有子。所谓家花不如野花香，偷情才是你我之间最稳固的关系。让你困守后宅，操持家务，被我的一堆烂摊子拖累，迟早会把你耗死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谈一辈子的恋爱？我们不需要家庭，不需要孩子，每天都是风花雪月。你贪图我的身子，我渴求你的怜爱，就这么缠缠绵绵一辈子，岂不痛快？谁要跟你缠绵？谢昭宁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还能更疯狂些。什么？江舒婉，我想和你谈一场生死与共的恋爱。谢昭宁，你他妈就是一个祸害！谢昭宁，下次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明明已经在山崖下铺了一张足够你我逃生的巨网，你为什么不说？我想与婉儿试试殉情的滋味。我看你是想死。
死在婉儿手里，我心甘情愿。谢昭宁，这些年你到底遭遇了什么？我那端方如玉的翩翩公子，怎么变成了你这么个玩意儿？那是婉儿之前根本不了解我，谢家培养不出翩翩公子，只能是我这样阴暗爬行的怪物。谢家没有一个好人，我也一样，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不堪的我，被你那么真诚又热烈的爱过。婉儿，你知道这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是我的药，也是我的毒。你治愈了我，也让我沉沦其中，患得患失。你知道为什么谢家一定要你死吗？因为他们怕你成为我的软肋。我不是不想护你，而是不能护你。但凡让谢家人发现你会让我失控，你早就死了。这么说，我还要感谢你冷落我了？不，是我愚蠢。心爱之物藏是藏不住的，就该放在眼皮子底下。别以为这么说我就会原谅你。你不需要原谅我，只需要躺平享受我的取悦。婉儿，你不需要为了我放弃整片森林，可我一定会是你池塘里最美最好最吸引你的那条鱼。你堂堂首府真的要做我一个商户女的情妇？甘之如饴。我奉上100万嫁妆，打通朝中关系，终于为我的夫君谢昭宁求得一纸夺情诏书。圣上宣谢昭宁回京的那一时，我却被留在了随州老家。阿宁，千万别忘了谢家全族托举你回京的恩情。此去京城，你要竭尽全力替谢家闯出一条活路，100年传承的书香世家可就全靠你了。是，侄儿谨记。婉儿，待京中局势稳定，我便接你去京城，家中有劳你照料了。夫君放心吧，记得给我写家书。我会的，夫人保重。夫君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小姐，姑爷来信了，快给我看看。姑爷和小姐分别这么久，怎么就写了这么几个字呀？我还以为姑爷和小姐一样，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呢。许是夫君刚到京城，多有不便吧？再等等。等等复等等，这一等，我等了3年。3年来，谢昭宁每月都会寄回一封家书，每封家书只有寥寥6字：一切安好，勿念。小姐，大夫人让你吃斋念佛，替姑爷祈福，满屋子的经书抄都抄不完。这样的日子和去尼姑庵做姑子有什么区别？姑爷究竟何时才能接你回京城啊？自谢昭宁走后，我苦等他3年。第1年，我日日夜夜焚香祷告，期盼满天神佛保佑我的夫君顺遂无忧，扶摇直上。第2年，我对着每月送到手里的家书，看着上面一切安好，勿念6字，曾经炙热的一颗心，在无望的等待中渐渐冷却。那3年，我不得不承认自己难得一场豪赌，却输得倾家荡产。都说真心难求，良人难得，我凭什么以为谢昭宁会是特殊的那一个？少夫人，夫人说你这些日子抄写经书辛苦，特意让厨房给你炖了一碗冰糖燕窝，少夫人趁热喝了吧。先放着吧，我一会儿喝。今天太阳难不成是从西边出来的？大夫人没找小姐麻烦，竟然还给你送补品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大抵是府上又缺银子，想让我用嫁妆填补账面上的亏空。我呸，还书香门第呢，用儿媳妇的嫁妆养这么一大家子人，他没好意思。我已经想好了，等谢昭宁回来，我就与他和离。在谢家这么耗着，实在没有意思。你是什么人？来人啊！救命！好你个僵尸，竟敢私会外男！哼，我就知道商贾之女恬不知耻。阿宁不过外出3年，她就耐不住寂寞，红杏出墙。我不是，我没有。婆母，你听我解释。这不是打扫后院的徐安吗？三老爷饶命，小人都是被少夫人威逼的。你胡说！贱人，我就知道你是个不安分的。明日请族老来府上开祠堂，进猪笼。来人，把他押走。婆母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我当然知道你是被冤枉的，徐安是我的人。你为何要这么做？要怪就怪你身份低微，区区一个商户女，也敢霸占我谢府少夫人的位置，
实话告诉你，阿宁已经晋升为内阁学士，林相有意培养他做继承人，将相府嫡女嫁给阿宁为妻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大可让谢昭宁给我一封和离书，我绝不会与他纠缠。让我哥休妻再娶，岂不是辱没他的名声？我呸！不想辱没他的名声，便要作践我的清白吗？你们谢家礼义廉耻4个字都读不明白，还想着光耀门楣，像你们这般忘恩负义、猪狗不如之徒，就该天打雷劈！骂吧，骂痛快了，明日好上路。好歹婆媳一场，赏你1碗白米饭。黄泉路上，好歹做个饱死鬼，给少夫人喂饭。经查，罪妇姜氏红杏出墙，与下人徐安偷情，辱没谢家名声。经族老决议，判其江水洗濯之刑，以儆效尤。来人，将他抬去后山陈堂。夫人，少爷回来了。阿宁回来了。阿弥陀佛，我说这几日喜鹊怎么叽叽喳喳叫唤了？原是我儿回来了，还不快去迎接少爷？娘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娘，婉儿呢？姜氏她……姑爷，请你救救我家小姐，她是被冤枉的。贱婢无状，还不把她拖走？慢着，你家小姐怎么了？大夫人他们诬陷我家小姐偷汉子，要把她沉塘。你说什么？阿宁，你听我解释。少夫人得罪了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有什么冤屈可别来找小人，小人也是奉命行事。夫君会给我机会爱上我吗？会。江舒婉，江舒婉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怎么敢死？婉儿，幸好你没事。别碰我！婉儿，谢昭宁，你怎么不等我被你亲娘妹妹、叔伯兄弟们害死了再回来给我收尸？我用嫁妆把你捧上凌云之路，可你是怎么回报我的？我等了你3年，3年啊！说你有心，你怎么不问问我在谢家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你们谢家就是一群猪狗不如的东西，我瞎了眼才嫁给你。婉儿没事了，有我在，没人敢再伤你。可是伤我最深的明明是你，谢昭宁，但凡你还有半点良心，就成全我的心愿。无论你想要什么，我都会答应。我要与你和离。不可能！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，我脑筋有水，才一次又一次信了你的邪。不和离也行，把你亲娘妹妹2叔3叔，但凡陷害我的人都送去官府查办。婉儿，别逼我。谢昭宁，天下最是两难全，你又想保全亲人，又想与我举案齐眉，世上哪有那么多的好事被你给撞上？今天你要么就狠下心肠，随了你长辈的心意把我推下池塘淹死，咱们一了百了；要么你放我离开，待在谢家的每时每刻都让我恶心至极。亲人还是妻子，你自己选。婉儿，你别逼我。谢昭宁，我15岁就嫁你为妻，打从你回京，可曾有一日想过你在远方的亲？但凡你对我有心，会用一切安好勿念6个字敷衍我3年。我敬你是君子，相信你的为人，所以才把自己的身心都托付给你。可你是怎么对我的？新婚之夜，你明明答应会给我机会好好爱我，可你就是这么爱我的吗？爱到我的命都差点没了。你和你们谢家就是这么欺负人的吗？婉儿，别哭了。谢昭宁，我恨你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阿宁，姜氏他不守妇道，我才……娘，婉儿是什么人我很清楚，你们有什么目的我也明白。成亲当日我就说过，希望长辈们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对我发妻手下留情。看来我的话你们不曾记在心上。阿宁，你怎么和我们这些长辈们说话？二叔可别忘了，如今我才是谢家家主，谋害谢家主母是什么罪名？族老们不妨商议个章程，在我回京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说是让你不满意呢。
那我也没必要护着一个不遂我心的谢家。婉儿，你再难受也不该和自己的身体过不去。等你养好了身体，我们就回京好不好？刚才我已经和你解释过了，我寄给你的家书都被我娘藏了起来。在京城的这3年，我从未忘记过你。谢昭宁，你我已经回不去了，我没有办法像15岁的我一般纯粹的爱慕你，而你也不可能抛弃骨肉血气，给我一个公道。走到这一步，你我谁都没有错，可事实如此，为之奈何？或许你我这辈子就不适合做夫妻，与其以后两相怨怼，何不此时痛快放手？想让我放手，那你当初何必招惹我？江疏婉，你是不是以为我谢昭宁就该铁石心肠？当初我不愿娶你，可你还是嫁来了谢家。我只想让你安享余生，可你偏偏那么热烈地扑上来，要给我一颗真心，100万两的嫁妆，你说拿就拿，给我铺就回往京城的路。我曾经被你这般热切地爱过，你让我余生去哪里找一个似你这般的女子？你究竟是爱我，还是享受被我深爱的感觉？谢昭宁，我不是什么阿猫阿狗，你喜欢的时候就顺毛撸一下，有事的时候就丢在一边，让我自生自灭。谢家众人对我是什么态度，你不会不知。3年了，你可曾管过我的死活？这3年朝局动荡，太子与3皇子斗争愈烈，我在京城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，战战兢兢。我当时真的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兼顾朝堂和家事，所以你就把我撇在一边，让你家人虐我、害我，甚至杀我吗？我以为他们只是冷落你。你以为你们谢家是什么好鸟吗？破镜难圆，覆水难收。谢昭宁，你曾答应过我，若是有一日我觉得累了，你会放我离开。现在当你履行承诺的时候，若你对我还有一丝一毫的怜惜，求你放过我吧，哪怕看在我曾那么爱你的份上，谢昭宁，求求你好不好？好。想不到我最后能送你的礼物竟然是一封和离书。这份礼物我很喜欢，多谢。当初你嫁我之时我就说过，有朝一日你或许会恨我，想不到一语成谶。婉儿，走到这一步我很抱歉。你我之间感谢和抱歉都显得多余。15岁的江疏婉注定爱上18岁的谢昭宁，可是谢昭宁，你身上背负的太多，我注定不会成为你的唯一。所以18岁的江疏婉已经没有勇气陪21岁的谢昭宁走下去，有缘无分，大抵如此。所幸我们都有自己想要的未来，经此一别，祝君鹏程万里，扶摇直上，权倾朝野，翻云覆雨。阿宁，你既然与江氏和离，那相府的千金，我不会和林相千金结亲，娘亲你和族中长辈就死了这条心吧。谢家是我不得不背负的债，谢家生我养我，我逃脱不得，这是我的命。可我也不会如你们所愿，成为供养谢家的工具。如今谢家只有我能撑起门楣，族中长辈和兄弟都是酒囊饭袋，你们趴在我身上吸血，又能吸多久？阿宁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你们若能再培养出一个牛马，那是你们的本事，而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我不会再娶妻，谢家长房到我便算断了香火，这便算是我对你们、对谢家小小的报复吧。阿宁，你不能这样，你回来呀！